我的导师去西北沙海考古，回来后精神失常，他只反复念着一句话：骨头会唱歌，井里没有水，耳朵才是多余的器官。第二天，他割掉了自己的双耳。第三天，他在校史馆那口青铜编钟前一次次用头去撞，直到把自己活活撞死。所有人都震惊于他的疯狂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是听见了什么，而那种东西我在15岁那年也听见过一次。自从那以后，我不止一次想把自己的耳朵连根挖下来。你听说过鸣沙城吗？不是旅游宣传里那种风一吹会发生的沙丘，也不是史书里某座淹没的边塞古城。我要说的是考古圈里一直有人私下提起，却始终没有正式定名的那片遗址。据说那地方埋在大漠深处，地表看着平平无奇，地下却像一座巨大的乐器，风从上面刮过，下面会有东西应和，像在唱。1周前，我的导师顾行川给我发来一条加密语音，他声音很哑，像3天没睡。林彻，我可能找到他了。我问他找到了什么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只说了4个字：真正的井。然后电话就断了。谁也不知道导师那几天在遗址里看见了什么，只知道他带着3人考察小组进了沙海腹地，回来时只有他一个人。同行的2位师兄，一失联，一重伤，而导师本人刚被送回城，精神就垮了。我接到研究所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做一组关于古代乐器残响与脑电波关联的实验。电话那头的人只说了一句：顾老师出事了，你赶紧来赴院。我立刻赶了过去，病房门口站着2个警察，还有所里的副主任。副主任看见我，像看见了救星，快步迎上来。林彻，你总算来了。老师怎么样？他嘴唇动了动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最后只挤出一句：不太像人样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时旁边一名年长警察开口：你是顾教授的学生？对。那你进去后尽量别刺激他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还有，不管看见什么都别靠太近。这话听得我后背发凉，我点头，推门进去。病房里很安静，安静的有点不正常，窗帘半拉着，天色阴沉，床头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答声，可导师并没有在病床上。我往里走了2步，才看见他蜷在墙角的地上，手里握着一支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中性笔，在床单上疯狂涂画，一边画一边低声笑。嘿嘿嘿，骨头会唱歌，原来不是吹的，原来真能想。老师，我叫了他一声，他动作一顿，没有抬头。我又往前走了半步，床单上那些线条终于映入我眼里，那不是文字，也不像寻常图画，倒像某种谱，密密麻麻的弧线，点断裂的横杠，夹杂着骨节一样的标记，像是有人把脊椎、肋骨和五线谱硬生生缝在了一起。我头皮一下就麻了。就在这时，导师猛地抬头，他眼白里全是红血丝，嘴唇干裂，脸上却挂着一种诡异的兴奋。别看！他嘶声大叫，下一秒，他像疯了一样把床单扯起来，拼命往嘴里塞。不能留，不能留，这东西不能留！老师，我冲过去拽他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一个平日里最讲究逻辑、最讲究样本保存的人，这会儿竟像饿死鬼似的啃床单。我刚抓住他的手，导师忽然像被烫到一样，猛地缩了回去。他盯着我的耳后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你也开过门？我心头一震，还没反应过来，病房门已经被撞开，护士和警察一拥而入，几个人合力把导师按住，他却还在挣扎，像要扑过来咬我。别让他听，他耳朵后面有缝，他会听见的，他早晚会听见的。护士一边给他打镇静剂，一边急得直喊：按住，按住！混乱里，我下意识摸向自己右耳后，那里有一道很旧的疤，像一条被粗线缝过，后来又拆开的细口子。别人一直以为那是我小时候摔伤留下的，只有我知道不是。镇静剂起效后，导师终于安静了，但那种安静更让人不舒服。他躺在病床上睁着眼，嘴巴微微开合，像在跟谁低声对唱。年长警察把我叫到门外，问：顾教授刚才说你耳朵后面有缝，什么意思？旧伤。怎么来的？小时候摔的。我撒了个谎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也没拆穿，只是说：顾教授从被送回来开始就一直在画这种东西，纸、墙、衣服、床单，逮着什么画什么，画完就毁。我问：你们有没有保留下来的？警察和副主任对视了一眼，副主任这才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照片。有，但看不懂。我接过照片，只看第一张，呼吸就滞了一下。照片上是导师在急救车里画的图，歪歪扭扭的一口井，井口很大，四周密密麻麻插满长条状的东西，像竹简又像骨头。更诡异的是，井里没有水，只有一圈圈同心纹，像声波，而井壁上挂着一排排耳朵，大小不一，颜色苍白，像风干的肉。第二张照片是一座地下室室，四面墙钉满了肋骨一样的白色丸片，中央蹲着几个人，不是几团人形的东西，他们低着头，嘴巴紧闭，胸腔却鼓起一个夸张的弧度，像里面藏着什么会发生的活物。第三张更让我手脚发凉，那是一张很粗糙的人脸速写，脸没有耳朵，取而代之的是两侧颅骨上裂开的细缝，而脸下方有一行字，不是现代汉字，
像导师自己临时拼凑出来的标记，但我几乎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听，不抗耳。我把照片还回去，手心全是汗。年轻些的警察一直在看我反应，这时忽然问：你是不是看懂了什么？我沉默几秒，说：未必是看懂，可能只是联想到了一个旧事。什么旧事？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因为直到这一刻，那段记忆才真正从脑海深处翻涌上来。15岁那年，乡下废弃台，没有水的井，还有那种不该存在于人世间的合唱。我大学学的是考古与声学交叉方向，很多人觉得冷门，也有人说我命好，赶上了学科融合的风口，其实都不对。我之所以死咬这个方向，不是因为热爱，是因为害怕。我想搞清楚声音到底是什么，更想搞清楚那年我听见的到底是什么。那是个暑假，我去外婆家住，外婆家在江华一带，村口有一座很老的废弃台，台后有一口封了多年的古井，村里老人都说那井邪，平时连鸡都不往那边跑。我那时候正是胆大的年纪，偏不信这些。村口有一座很老的废弃台，台后有一口封了多年的古井，村里老人都说那井邪，平时连鸡都不往那边跑。我那时候正是胆大的年纪，偏不信这些。那天下午，外婆在屋里择菜，我带着妹妹去戏台后面捉汁了。对，我有个妹妹，至少在我的记忆里，她一直都在。她比我小3岁，话很多，胆子也大，走到哪儿都爱拽着我一脚问东问西。那天也是，她指着戏台底下黑洞洞的木架空隙，问我：哥，这里面是不是住着唱戏的人？我笑她，戏班子早没了，住鬼还差不多。她一点不怕，反而眼睛发亮。那咱们去看看。说实话，我本来也只是吓唬她，可她这么一说，我自己反倒起了兴致。废戏台底下很矮，得猫着腰钻进去，里面堆满了朽木破布、掉漆的脸谱，还有一些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旧道具，空气里一股霉烂味。我正翻一个开裂的木箱，妹妹忽然在后面喊我：哥，你听。听什么？有人在唱。我动作一停，刚开始我什么也没听见，只有蝉声、风声，还有远处村里人说话的动静。可再过几秒，一种很轻很远，像从土里渗出来的声音慢慢钻进了我耳朵。可再过几秒，一种很轻很远，像从土里渗出来的声音慢慢钻进了我耳朵。像很多人拖长了调子在唱一支没有词的老腔，那声音很奇怪，不是从一个方向来，像是四面八方都有，又像是就在我后脑勺里响。我和妹妹对视了一眼，她脸上的兴奋不知什么时候没了。哥，真有人。我喉咙有点发干，强撑着说可能是风。可下一秒风停了，那声音却没停，反而更清楚了。而且我终于分辨出来，它不是从戏台底下来的，它是从后面那口风井里传出来的。我拉着妹妹就往外走，谁知刚钻出戏台，外头天色竟然暗了。明明刚才还是下午，眨眼间像快入夜了一样。村口的狗全在朝古井方向狂叫，我心里发毛，拉着妹妹想回屋，可她突然挣开我，指着井口大声说：哥，井该开了。我猛地看过去，整个人僵住。那口本该被石板压得严严实实的井，石板不知什么时候歪到了一边，井里黑得看不见底，但那种合唱声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更让我头皮炸开的是井沿上搭着一只手，苍白细长湿淋淋的。更让我头皮炸开的是井沿上搭着一只手，苍白细长湿淋淋的，不像刚从水里出来，倒像刚从很深的泥里爬出来。我脑子嗡的一下，拉起妹妹就跑，可她没跟上。我回头一看，妹妹竟站在原地不动了，她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似的，直勾勾盯着井里，嘴唇还跟着那声音轻轻开合，念念。我大喊一声，扑回去拉她。就在这时，井里那只手忽然又抬高了一截，紧接着井壁内侧慢慢浮上来一张脸，那根本不能算脸，没有耳朵，没有眉毛，眼睛位置是2道细细的竖缝，嘴巴却大得离谱，像直接从脸颊一侧咧到了另一侧。他在笑，然后我听见了一句话，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，而是直接响在我脑子里：你是听民还是静民？我当场就懵了，下意识回了一句：我是学生。那东西像愣了一下，随后他笑得更厉害了：原来是个还没醒的。我又惊又怒，捡起地上的砖头就砸过去。你是什么鬼东西？砖头落进井里，没有砸中任何食物，因为那张脸已经不在井里了。它像一层倒影，忽然贴到了我面前，冰冷，腥气很重。它像一层倒影，忽然贴到了我面前，冰冷，腥气很重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感觉，它离我太近了，近到我能看见它头骨2侧那2条细缝在一张一合，像2张看不见的耳朵。耳朵是剪子的，真正听见东西的不在那里，迟早你会知道。下一秒，我右耳后面一阵剧痛，像被什么尖东西划开，我惨叫一声，眼前一黑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躺在外婆家床上了。
村里人说我中暑，自己摔在戏台边，耳后被瓦片划了道口子。外婆说妹妹把我拖回来的，可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分不清那天到底是真实发生过，还是高热惊厥后的幻觉。直到2周后，怪事又来了，我开始听见回声，不是正常的回音，而是我说一句话，脑子里会有人替我再说一遍，有时候甚至不是一遍，像有很多张嘴在学我。我说吃饭，他们就在脑子里慢慢重复吃饭吃饭吃饭。我说睡觉，他们就跟着说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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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开始我以为是耳鸣，后来才发现不对，因为有些话我根本没说出口，只是心里刚冒头，那些声音就先替我念了出来。因为有些话我根本没说出口，只是心里刚冒头，那些声音就先替我念了出来。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快疯了，晚上不敢睡，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待着。我甚至拿棉花、耳塞、耳机什么都试过，没用。那些声音从来不是通过耳朵进来的。我妈带我去医院查，说是创伤后应激加上青春期神经敏感，开了药也没什么用。唯一让我缓一点的是妹妹，她总坐在我床边小声跟我说话。她说哥，你别怕，你要真听见了，那就说明不是只有你一个人。我问她你也听见过？她点头。井里那个东西在你晕过去以后还看了我一眼，他说你比他安静，你以后会救他一次。那会儿我觉得他是安慰我，可不知为什么这句话我一直没忘。从那之后，我拼命去接近一切和声音有关的知识，乐理、声学、古乐器、祭祀音乐、回音壁、钟磬、巫祝文化，后面又绕到考古和认知神经科学，看起来是读书上进，说白了还是执念。我想证明耳朵到底是不是人听觉的唯一入口，更想证明那年那口井里我到底遇到了什么。而今天导师死前说的那3句话，几乎把我10几年拼命压下去的东西全给翻了出来。而今天导师死前说的那3句话，几乎把我10几年拼命压下去的东西全给翻了出来。骨头会唱歌，井里没有水，耳朵才是多余的器官。这3句话和我记忆里那个东西说的根本是一个路数。我正想着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市局专案组。我接通后，电话那头的人开门见山：林先生，失踪的2位考察队成员有消息了。我赶到市局时，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几个人，除了先前见过的2名警察，还有研究所副主任以及一个我没见过的中年女人，自称是省考古队的联络人。桌上摊着卫星图、现场照片和一份保密协议，年长警察示意我先签，我签完他才开口。顾教授带队去的是罗布荒漠东缘一片未正式编号的遗址点，3人队除了顾教授，还有你2位师兄周宇和许文。我点头。周宇是做古代建筑结构扫描的，许文比我高2届，方向偏古声学复原，导师很器重他。目前警察顿了顿，周宇找到了，还活着。我刚松口气，他又补了一句，但情况很复杂。他又补了一句，但情况很复杂。许文呢？另一个警察接话，有人在遗址边缘营地外拍到过他，但没法确定那到底还算不算人。我心里一沉，联络人把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，那是夜拍，很糊，沙地上站着一个人影，身上裹着破破烂烂的防风外套，姿势却很怪，他不是站直的，而是微微后仰，双臂自然下垂，胸腔高高鼓起。最诡异的是，他的头偏向一侧，像在听，可他耳朵的位置是2个黑洞。我盯着那照片，后背一点点发凉。这是许文。从身高、衣着和面部特征初步判断是。什么意思？耳朵的位置是黑洞。警察说，我们的人接近过，但对方反应很快，很快消失在风时带里。热成像扫到他的轮廓时，发现颅骨2侧温度异常低，像空的。空的。我眉头狠狠一跳，副主任揉着太阳穴小声道，顾老师回来之后一直说遗址下面是响木，说什么他们把耳朵埋了进去。顾老师回来之后一直说遗址下面是响木，说什么他们把耳朵埋了进去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受刺激了，可现在看这事可能没那么简单。年长警察看向我，我们这次叫你来不只是通报情况，专案组准备明天一早再进遗址，希望你随行。我问，为什么是我？第一，你是顾教授最亲近的学生，对这次项目背景最熟。他说。第二，他停了停，顾教授回来以后，清醒时间里唯一点名要见的人就是你。第三，他看向我耳后，他见到你以后反应最强。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得我太阳穴发胀。我沉默了几秒，点头。我去。出发前1夜，我回了趟家。我住的房子是父母早年留下的老房，妹妹的房间一直在，书桌、练习册、旧发卡，被她贴得到处都是的卡通贴纸全都在。她现在高2住校，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。我回到家时，她正蹲在茶几边写卷子，听见开门声，头也没抬。哥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晚？有事。又是导师的事。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又是导师的事。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她抬头看我，像看傻子。你脸上都写着呢。我勉强笑了笑，
去厨房倒水，他却放下笔跟了进来。你要去那边是吗？哪边？沙漠。我端着水杯的手顿了顿。谁跟你说的？没人说。他很平静。我梦见了。我皱眉，别胡说。我没胡说。他盯着我，声音很轻。哥，那地方不是遗址，是口井。我猛地看向他，他继续道：没水的井，你进去以后，如果再听见有人问你是听鸣还是静鸣，不要乱答，你就告诉他。他说到这，忽然停住了，像有人硬生生掐断了他的话。我心里发急，告诉他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脸色一点点发白。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？他扶住桌角，神情恍惚了一瞬，我连忙过去扶他。念念。他抬起头，额角已经沁出一层冷汗，勉强笑了笑。没事，可能血题血晕了。可那一刻，我清楚看见他耳后那片头发里像有什么很细的伤痕一闪而过。我心头一沉，那晚我几乎没怎么睡，梦里全是井，没有水的井，井壁上挂着一排排耳朵，风一吹就像风铃一样轻轻响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跟着警车和考古队补给车一路向西，井壁上挂着一排排耳朵，风一吹就像风铃一样轻轻响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跟着警车和考古队补给车一路向西，车开了将近10个小时，越往里地势越荒，窗外全是起伏的沙丘、碎石滩和被封实的像骸骨一样的土丘。没人有心思说话。副驾驶上的警察翻了翻资料，像是故意给我交代背景，也像在给自己壮胆。顾教授这次进沙海，名义上是做边塞遗址复核和地下空腔声学探测，可根据他留下来的项目笔记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古文献里一类很少见的记载。什么记载？有关无耳之鸣的。我一愣，他继续道：先秦到汉魏之间，有零星残卷提过一类人，说他们闻声不由窍，受命不由口。有学者认为是巫术隐喻，也有人觉得是异族传说。顾教授近几年一直在追这条线。还有呢？我问。警察摇头，没有了，很多资料都缺损的厉害，只剩些只言片语。我望向窗外，太阳已经开始西斜，天边大片流云像烧红的骨片。我望向窗外，太阳已经开始西斜，天边大片流云像烧红的骨片。骨片这个词刚冒出来，我自己都怔了下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越靠近营地，我越觉得耳后那道旧疤在发痒，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醒过来。傍晚时分，车终于停了，营地设在一片被封的低地，四周已经拉起警戒线。下车后，热浪裹着细沙扑面而来，几辆车旁站着本地警员和防疫人员，气氛压得很低。年长警察没带我去帐篷，而是直接往营地边缘一间临时隔离舱走。周宇在里面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我点点头，可门一开，我还是差点没站稳。舱里坐着一个人，或者说像人，他穿着病号服，手脚都被固定带绑着，头发乱得像草。听见开门声，他慢慢转过头，我喉咙顿时发干。周师兄，他瘦了太多，脸颊深陷，嘴唇开裂。可最让我头皮发麻的不是这些，是他的耳朵。准确地说，是耳朵原本在的位置，那里没有耳廓，没有耳洞，只有2片向内收紧的皮肤，像伤口愈合后的平滑肉面，看起来不像被割掉，倒像天生就不该有耳朵。看起来不像被割掉，倒像天生就不该有耳朵。林彻，周宇认出了我，眼珠微微转动，我立刻上前一步：师兄，是我，你们在下面到底遇到了什么？他嘴唇抖了抖，像要说话，但发出的却不是声音，而是一种很低很闷的震动，像有人把喇叭贴在胸腔里。旁边看守的医生低声提醒我，他现在发声系统很异常，喉部震动和实际声源不一致。我没听懂，但能看出来周宇很痛苦。他张着嘴，额头青筋鼓起，像拼命想把一句话从体内顶出来。终于，我勉强听见2个字：别听。我连忙凑近，别听什么？他的眼神忽然变了，原本混乱的瞳孔在这一瞬间竟短暂清明起来。他直勾勾盯着我耳后，脸上的惊惧几乎要裂开。原来是你。什么是我？井里在等的。他呼吸急促起来，不是老师，不是许文，是你。按住他！医生突然大喊，因为周宇整个人开始剧烈抽搐，固定带绷得死紧，金属床架都在震。更诡异的是，不是他在抖，而是他的胸腔在震，一阵低沉混杂层层叠叠的合唱正从他胸骨下面传出来。舱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，年轻警察下意识拔枪喊了句什么声音？没有人回答他，因为下一秒周宇胸口的病号服突然鼓起一个诡异的轮廓，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要顶出来。退后！我被猛地拽开，医生和警察刚后撤半步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周宇身上的固定带竟直接崩开了。他没有扑人，也没有攻击谁，而是以一种极度别扭的姿势
时，从床上翻下，四肢着地，像某种刚学会行走的畸形动物，猛地冲出了隔离舱。拦住他！我脑子一热，跟着追了出去。沙地上风很大，周瑜跑得却极快。他明明已经虚弱的不成人样，可那一瞬间，动作快得像完全不受肌肉和骨骼限制。几名警员在后面大喊，探照灯乱晃，脚步声、喝令声、对讲机电流声混成一片。可我越追，耳边越安静。仿佛这些现实里的声音都在被什么东西一点点吸走。周瑜冲进一片风蚀峡谷，两侧岩壁高耸，像一根根被啃空的肋骨。我咬牙追进去，两侧岩壁高耸，像一根根被啃空的肋骨。我咬牙追进去，拐过几个弯，前面突然没了人影，只剩风，还有一种轻微的、规则的颤音，像有人在极远处敲击一件巨大的空心器物。我扶着岩壁喘气，余光却突然瞥见脚边有东西反光，低头一看是一枚工牌，许文的。我把工牌捡起来，后背发凉，他也来过这里，而且看样子不是第一次。顺着峡谷再往前，地势一点点下沉，空气里竟多出一股湿冷味。沙漠里出现湿冷本来就不正常。我加快脚步，很快走到一片低陷地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整个人愣住。那是一口井，古井，井圈已经被风沙磨蚀得很厉害，但形制还在。井边散落着很多断裂的白色长条，我蹲下一看，心脏猛地缩了一下。那不是木头，是骨头，而且大多是肋骨、腿骨一类的长骨，被人为打磨过，表面还有细密的小孔，像乐器上的音孔。骨头会唱歌。导师那句话突然又在脑子里响起，我强压住寒意，凑近井口往下照。井里没有水，只有一层又一层环形石阶。井里没有水，只有一层又一层环形石阶，螺旋向下深的看不见底。井壁四周嵌着许多黑色孔洞，看着像排水口，可直觉告诉我不是，那更像是共鸣孔。我站在井边，手心全是汗。要下去吗？理智告诉我应该等支援。可就在这时，井底忽然传来一声很轻的呼唤：林彻。我浑身一僵，那是许文的声音，许师兄。我朝井里喊了一声，回声很怪，不是正常向下坠落再弹上来的回音，而是像无数个我在井壁不同高度上依次替我喊许师兄，许师兄，许师兄。我头皮发胀，井下却又传来一句下来。这次更清楚，确实是许文，而且不知为什么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强的诱导感，像你明知道不该信，却还是会本能的想照做。我咬了咬牙，打开手机手电，沿着井壁石阶往下走，越往下越冷。井里明明没有风，可那些嵌在井壁上的黑孔却在发出很轻的呜呜声，像井本身在呼吸。下了大概10几米，我忽然踩到什么滑腻的东西，差点摔倒。低头一照，石阶上覆盖着一层半透明的薄膜。低头一照，石阶上覆盖着一层半透明的薄膜，像凝胶，又像某种风干后重新反潮的粘液。空气里散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，有点像陈旧乐器木腔里的霉味，又夹着淡淡血腥。我忽然想起周瑜隔离舱里那种味道，一模一样。再往下走，井壁开始出现刻痕，不是字，更像谱，一串串凹痕、孔洞和裂纹密集排布，像有人把声音直接刻在了石头里。走到最底部时，前面豁然开朗，井底连接着一条横向甬道，甬道两侧立着很多木架，木架上挂满了白骨，有兽骨也有人骨，每一根骨头上都打了孔穿了线，像一件件半成品的乐器。而更诡异的是他们在响，没有人碰，没有风，可那些骨头就是在滴滴地颤，像很多人压着嗓子在做开场前的试音。我胃里一阵翻涌，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个，而是甬道尽头，那里整整齐齐摆着很多牛皮囊和大陶瓮，每一个都半埋在沙土里，封口却已经破开，某种苍白的人形轮廓正从里面一点点坐起来。我一瞬间几乎忘了呼吸，那些人身上裹满粘液，皮肤苍白发皱，像长期泡在液体里。他们的姿势极不协调，脖子细得吓人，头却都微微向后仰，像在接受某种看不见的灌注。更诡异的是，他们没有耳朵，有些甚至整张脸都很模糊，唯独胸口起伏剧烈，那种低沉合唱就是从他们胸腔里传出来的。我站在原地，整个人都麻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尸体、活人、标本，还是某种尚未完成的人？就在这时，最靠前的一只牛皮囊忽然彻底裂开，里面爬出来的不是完整人体，而是一具只有上半身的人形。他没有发出任何叫声，只是缓缓抬头看了我一眼。没错，是看。尽管他眼睛闭着，可我能清楚感觉到那股注意力落在了我身上。随后他像对我失去了兴趣，慢慢转过身，和其他那些东西一起朝甬道深处走去，像负某种约。我僵站在原地，直到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是不是很像神话？我猛地回头，许文站在我身后，不能说站，他更像是挂在半空里，双脚虚虚点地，身体很轻，像随时会被一阵无形的风托起。最让我瞳孔收缩的是他的耳朵，准确地说是耳朵的位置，那里开着两道很细的
的缝，正随着他的呼吸一张一合。许师兄，我声音发紧，你到底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许文笑了笑，神情竟比我印象里还平静。变成这样，你错了，林彻。他看着我，这是更接近本来的样子。你跟老师他们在下面发现了什么？发现？他轻轻摇头，不是发现，是找回。我下意识后退半步，许文却没有逼近，只是侧步身望向甬道深处。走吧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年井里看见你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我整个人僵住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见过他。许文转头看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而且他等你很久了。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转身离开，可脚下像生了根，甚至不只是没法走，我心底深处还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冲动，想跟过去，想看看尽头到底有什么。许文见我不动也不催，只是慢慢往前飘一样的走，我咬了咬牙，还是跟了上去。甬道很长，两侧石壁越来越光滑，到后来竟出现了大片壁画。我原本以为在这样的地方看到壁画，我会先注意内容，可真正先抓住我的是构图方式。那些画不像正常叙事壁画，更像谱面人物、器物、景、城、祭祀场景都被某种类似声波的曲线串在一起。像这些事本来就不是按时间发生的，而是按想过的顺序被记下来的。我越看越心惊，前面几幅画的是一座城，城中央有一口井，井上方架着巨大的钟与鼓管，很多人围井而居，其中一部分人耳朵很明显，与常人无异，另一部分人侧脸则是平滑的，颅骨上开着细缝。我忍不住问，这是两族人？算是。许文淡淡道，古籍里后人乱写，给他们安了很多名字，实际上他们内部只认两支，听名和静名。区别是什么？听名靠万物之声，借外界回响塑形，受命传承。他说，静名则相反，他们越安静，越能听见真正的东西，一个向外借声，一个向内听声。我心头一震，这话和我15岁那年听见的问句几乎完全对上。那井里的东西是哪一只？许文笑了，那不是东西，那是最早的井手，也是第一代门。门，他抬手指向壁画后半段，那里画着一场很奇怪的记忆。很多人围着一口巨大无水井，自己割下耳朵投入井中，耳朵落下去后，井壁并没有被血染红，反而一层层亮起像波纹一样的白光。我看得后背发寒，许文的声音却很平静，你以为他们是在献祭器官？错了，他们是在放弃假的听觉，去换真正的听见。我张了张嘴，一时竟反驳不出来，因为走到这里，我已经很难再用正常逻辑解释眼前这些事了。壁画继续往后，城破了，井被埋了，一部分人把自己封进陶瓮和皮囊里，沉在地下，等待再次被唤醒；另一部分人则混进普通人类中，带着沉睡的痕迹活下去，直到某一天，门重新开启，而那扇门的形状竟画得极像一只人耳后方被剖开的细口。我只觉呼吸一滞，下意识摸向自己耳后疤痕。许文看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声音发紧，顾老师不是怕你。许文说，他是怕自己白忙一场。这次进遗址，老师原本是想找一条学术线索，可真正下到井里后，他才知道我们找的从来不是古城，不是器物，也不是某段失落文明，我们找的是门，而门不是地方，是人。我脑子嗡的一下，你少跟我打哑谜。打哑谜？许文像是觉得好笑。林彻，你以为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？为什么偏偏是你对古代声学和地下空腔共鸣这么执着？为什么你高考报志愿时偏偏会看到我们学院那份没人注意的小册子？为什么顾行川老师会破例提前见你，收你进组？他每说一句，我心里就往下沉一分，因为这些事我以前不是没觉得巧，只是从没把他们往一个方向穿过。夏令营那次你还记得吗？许文盯着我，是我带的你。我脸色一变，记忆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高二那年，学校组织去省博和大学实验室参观，那天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就是许文。他当时带我去看了一间古乐器复原实验室，还若有若无提过一句，顾行川老师近几年在做一个很前沿的项目。后来我报考、读研、进组，一路都像水到渠成，我一直以为那是命好，现在想想哪有那么多命好。所以是你在引我？不是我。许文摇头，是景在引你，我只是比你更早知道这件事。他顿了顿，又道，周宇不行，老师更不行，他们都只是误入，真正能开门的一直是你。我胸口发闷，几乎本能的想否认，
可偏偏就在这时，甬道尽头传来一声沉重的钟响，咚！那声音一出来，我眼前骤然一黑，不是失明，而是四周所有画面都像被那一下共振震散了，无数杂乱的记忆猛地往上翻。废戏台古井，井里那张脸，妹妹说过的话，导师盯着我耳后的眼神，周宇在隔离舱里那句井里在等的不是老师，是你。所有线突然都拧到了一起，问题就在这里，我可能从来不是在追这个谜，而是这个谜早就在追我。钟声之后，前面豁然开朗，钟声之后，前面豁然开朗，那是一座巨大的地下石窟，我站在入口处，整个人几乎失语。石窟中央悬着一口黑色巨钟，钟不是青铜的，更像某种经年钙化后的骨质结构，表面布满蜂巢一样的孔洞。钟身下方是一口比上面那口井大出数十倍的深井，井壁四周延伸出无数骨管、石槽、绳索和弯拱状结构，像一整套无法理解的古老声学装置。而最震撼的是井后方盘踞着的一具巨大遗骸，它像人形，但比例极其夸张，从盆骨到胸腔至少有20-30米高，整个上半身靠坐在石壁上，头骨两侧裂开2道巨大的细缝，像天生没有耳朵，却比任何生灵都更适合听。这是什么？我听见自己喉咙发紧。许文看着那具遗骸，眼里是近乎狂热的光。第一代井手，也是所有听鸣和静鸣共同的源头，记忆快开始了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先前那些从皮囊和陶瓮里爬出来的人，已经密密麻麻聚在了井边。他们有的像正常人，只是没有耳朵；有的身体早已变形，胸腔夸张鼓胀，肋骨像花瓣一样向外翻开，还有一些更诡异，他们嘴巴始终闭着，可胸骨下方却裂出一条细缝，声音正从那里持续不断地流出来，像唱又像祈祷。林彻，许文转头看我，你知道老师为什么会疯吗？我没有说话，因为他看见了自己永远参与不了的东西。他说，一个毕生想用科学解释世界的人，忽然发现自己最接近真相的时候，却连门槛都不是。而你不一样，你是门。说到最后2个字时，他声音轻得几乎像耳语，可偏偏那一刻，我右耳后的旧疤猛地一阵抽痛，像有人从里面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，我脸色陡变，下意识后退。许文却已经一步步走向井边。你以为我们这些人是要借你复活什么怪物？他笑了笑，不是，我们只是要把本来就裂开的东西再合上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地下石窟四周的骨管和石槽忽然开始一段段亮起，不是光，更像震动。井边那些人齐齐抬头，胸腔起伏一致。下一秒，井边那些人齐齐抬头，胸腔起伏一致。下一秒，剧中自己响的咚！我双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这一声根本不是听见的，像有人直接拎起我的脑子，在里面狠狠敲了一锤。四周骨骸、壁画、井壁、石槽全都跟着共振，无数重叠的人声从四面八方扑来，几乎瞬间灌满石窟。回井！回井！回井！那声音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，而是从骨头、石头、空腔、裂缝里一起冒出来的。我捂住耳朵，根本没用。许文站在井边，张开双臂，脸上的神情近乎虔诚。看见了吗？耳朵从来只是误导人的外壳，真正听见万物的是你颅骨深处那一点能和世界共振的东西。把假的丢掉，真的才会醒。我想骂他，想后退，想逃，可身体像陷进泥里。更糟的是，我脑子里那些回声又开始出现了。一开始只是重复我自己的念头，后来慢慢变了，变成许多人在同时说话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只反复念一句：你终于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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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终于来了。我头疼欲裂，眼前发黑，隐约中我看见许文身边走来一个极高的人影，不，那不是走，更像从井边那群人里一点点分离聚合出来。他没有耳朵，没有明显五官，整张脸像被什么东西长期抹平，只剩头骨两侧2道细缝，再一开一合。许文对他低下头，像在行礼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浑身发冷的话：都召回了吧？那高大身影胸腔震动，发出混杂而低沉的回答：都召回了。上面那些人工唤醒的也都到了。到了，很好。许文笑了，目光重新落回我身上。那么只差门。原来如此，导师能活着回去不是侥幸，周宇被找到也不是偶然，许文一路引我进来更不是临时起意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缺席。我转身就跑，可刚跑出2步，一阵剧烈眩晕猛地袭来，脚下地面像忽然变成了软的。我低头一看，石窟地面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漫上一层薄薄的透明粘液，那东西沿着井口四周蔓延，顺着
着骨槽和石缝不断涌出，像整座遗址在渗某种体液。空气里那股陈旧乐器混着血腥的异香更浓了。我刚想稳住身体，身后又是一声钟响，咚！这一下我彻底站不住了，整个人直摔进粘液里，冰冷滑腻，而且它一沾上皮肤，我就感觉浑身力气在飞快流失，像被什么东西顺着毛孔往里钻。别怔了，许文的声音从很远又很近的地方传来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我拼命想爬起来，四肢却越来越沉，视线开始模糊。偏偏就在这时，井边那群人一个接一个跃入粘液中，他们不是在自杀，更像在归位。一落进去，身体就迅速软化坍塌，化成一团团半透明的肉状物，沿着地面的纹路缓缓朝石窟中央汇去。我看得浑身冰凉，那不是祭祀，那是拼接，他们在把自己一块块重新拼回某个更大的东西。巨井后方那具庞大遗骸在这过程中竟也一点点被填满，先是肋骨间长出湿红色薄膜，再是胸腔、肩胛、颈部，它像一具巨大的正在重获血肉的壳，而我就躺在它即将成型的脚边，绝望一下子涌上来，我拼命睁大眼，想让自己别昏过去，可眼皮越来越重，耳边那无数重叠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楚，他们齐声问我，成为我们不好吗？不好！我在心里疯了一样嘶吼，我不是你们，我不是门，不是。就在这濒临崩溃的一瞬间，我脑中忽然炸开一道更熟悉的声音。哥，我猛地睁眼，眼前站着的人是妹妹，她穿着校服，头发有点乱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像是一路跑来的。念念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位置共享一直没关。她举了举手机，像平时埋怨我不长记性似的。警察找不到你，我就自己来了。这种时候，她出现的简直荒谬，可不知为什么，看到她的一瞬间，我脑子里的轰鸣竟真的弱了几分。她蹲下来，一把抓住我手腕，她的手很凉，却异常稳。哥，起来。起不来，我声音发抖。能起来。她盯着我，眼神平静的吓人。别听他们，你就能起来。可我已经听见了。听见不等于认。她说，你还没答应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猛地扎醒了我。是啊，我听见了，可我还没有认。我咬紧牙关，拼命撑起半边身体。井边方向，许文似乎也看见了他，原本笃定的神情第一次有了变化。怎么会？他盯着妹妹，脸色一点点沉下去。你居然也醒了。妹妹没理他，只是用力把我往外拽。而就在这时，那具正在重获血肉的巨型躯壳忽然动了一下，不是完全苏醒，而是颈部缓缓偏转，像把注意力投到了我们身上。紧接着，整个石窟的合唱瞬间拔高，无数道震音一起压来，粘液开始疯狂上涨。快走！我嘶声道。妹妹拉着我踉踉跄跄往外跑。许文在后面喊了句什么，我没听清，或者说整个石窟的声音都在失真。我们穿过甬道，骨架在响，井壁在响，脚下石阶也在响。那声音像要把人的意识一层层剥开，刚冲出上面那口古井，身后就轰隆一声巨震，整片风石峡谷像活过来一样，岩壁簌簌掉沙，地底深处持续传来沉重钟鸣。我和妹妹拼命往营地方向跑，可那层透明粘液竟像活的一样，从井口和石缝里一路追了出来。它流得极快，凡是碰到的碎骨、木桩、废弃器材都会立刻发出轻微震响，像被它点亮了。眼看就要追上我们，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，隔离舱仪器短路时冒出的火星，还有井下空气里那股怪异的挥发味。我猛地停住，伸手去摸兜打火机。出发前为了防风点酒精炉，我顺手塞了一个。哥，快啊！妹妹急得回头，你先跑。我转身就把打火机狠狠砸进身后那片追来的粘液里，咔的一声，几乎就在同一秒，轰，火猛地窜了起来。那粘液竟像汽油一样一点就着，火舌沿着地面、石缝、井壁疯狂倒卷而去，瞬间照亮整片峡谷。地底深处骤然传出一声难以形容的尖利共鸣，像几千个人一起失声惨叫。我头皮发麻，转身拉着妹妹就跑，一直跑，直到前方出现手电光和人声。林彻，这里！几名警察和搜救人员从营地方向迎上来，我几乎是拖着妹妹冲进他们中间，声声喊：井下面有东西。许文周语遗址中，那不是普通遗址，里面还有人，不是人。我说的语无伦次，喘得几乎上不来气。连长警察一把扶住我，慢点说，谁跟你在一起？我指着身边我妹妹，可几个人顺着我手指看去，脸色却全变了，因为我身边空空如也。林彻，你冷静点。警察按住我肩膀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不可能。我猛地回头，身后只有火光、沙尘和不断坍塌的峡谷，妹妹不见了，连脚
脚印都像只有我自己一串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疯了一样往回找，却被几个人死死拦住。后面的事变得很乱，我被强制带回营地，医生给我打了镇静剂。之后的几天里，专案组、医院、研究所轮番找我谈话，他们说地下并没有我描述的那么大空间，那口井确实存在，但下去不到1公里就是死路。他们还说峡谷里发生了局部塌陷和地下可燃气体爆燃。许文的尸体找到了，准确的说是找到了一部分。许文的尸体找到了，准确的说是找到了一部分。而周宇也死在更早的时候，根据法医判断，他体内曾发生过极严重的感染和器官结构异常。导师顾行川则被认定为在极端精神崩溃下自残自杀，所有超常的东西都被套进了未知病原感染、强应激性精神障碍、环境毒气诱发幻觉这些词里。如果只是这些，我未必会动摇。真正把我拖向另一种怀疑的是父母。他们赶到医院那天，我第一句话就是念念呢，他去沙漠找我了，你们报警了吗？我妈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。我爸沉默很久才开口，林彻，你哪来的妹妹？我以为他们在骗我，几乎立刻翻身下床冲回家里。可回到家后，我整个人都凉了。那个原本一直存在的房间空了，不是空了，而是从结构上就没有被当成第二个孩子住过的痕迹，只有一间堆杂物的小屋。我翻箱倒柜找他的练习册、校服、发卡、合影，找到的却全是我自己的旧东西。连我记忆里2个人一起拍的照片都只剩我一个，最后，我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份10几年前的诊断记录，上面写着创伤后幻听倾向，长期稳定性陪伴型想象人格，建议家庭避免强刺激否定，逐步干预。我盯着那几行字，手脚一点点变凉。所以妹妹也是假的。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活在一种极其撕裂的状态里。一边是现实告诉我导师疯了，师兄死了，沙漠遗址塌了，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，而我长期存在听觉相关创伤，甚至可能从少年时代就构建出了一个妹妹。另一边是那种无法抹掉的真实感，我太清楚了，景是真的，钟是真的，许文是真的，妹妹拉我的手也是真的。如果这些全是幻觉，那我的幻觉未免太完整、太冷、太具体了。我没有放弃，出院后我近乎偏执地继续往神经生学和脑认知方向钻。我想从现代科学里找答案，也想把那套幻觉说彻底打穿。后来的几十年里，我换了方向，换了机构，甚至出国又回来，从古代声学做到神经信号转移，又从听觉皮层研究做到跨模态感知。我拿了很多奖，带了很多学生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是领域里最激进也最成功的那一批人。有人叫我最懂人类听觉边界的人，也有人说我把声音从物理现象推进到了意识层。他们说的都对，也都不对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不是热爱，我是追债。我要向那个井底的东西追一个答案。几十年过去，现实世界给我的证据越来越多，人类听觉确实不只是耳朵，骨传导、体感共振、神经旁路、脑内预测模型，耳朵从来只是入口之一，可也仅此而已。再往前走，科学就不肯替我说话了。它可以告诉我人怎么感知声音，却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有人能在绝对寂静里被某种古老回声叫到名字。我老了，90岁后，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，可偏偏这个时候梦越来越频繁，梦里总是那口无水井，有时是导师，有时是许文，有时是那句巨大的遗骸，可更多时候是妹妹。她站在井边看着我说，哥，你还没答呢，你到底信不信你自己？这个问题我想了一辈子，始终没想明白，直到我102岁那年，终于决定做最后一次实验。这不是学术实验，是拿命去赌。这个问题我想了一辈子，始终没想明白，直到我102岁那年，终于决定做最后一次实验。这不是学术实验，是拿命去赌。我已经102岁了，这把年纪再死也不算夭折。我让团队以为我要做一次周末性脑功能观察，事实上我真正要做的是彻底切断自己一切正常听觉输入，外耳、中耳、听神经辅助通路乃至部分听觉皮层的人工抑制。我要把耳朵这层壳彻底拿掉。如果那些年我经历的一切都只是病，那在绝对静默里我只会什么都听不见。如果他们是真的，那么导师那句话就会被最后验证一次，耳朵才是多余的器官。手术安排在私人实验室，没有媒体，没有外人，只有最核心的医疗辅助团队。我提前给所有人留好了交代，入舱前我让人把录音设备全部关掉，因为我知道如果真有那一刻，普通设备未必录得到。麻醉不是全麻，我要保留意识，因为我必须亲自知道那个答案究竟会不会来。程序启动后，一切都很快，世界里的正常声音一层层褪去，仪器的滴答，空气循环系统的倾响，远处鞋底摩擦地板的动静都没了。极致的寂静降临时，仪器的滴答，空气循环系统的倾响，远处鞋底摩擦地板的动静都没了。极致的寂静降临时，我反而异常平静。原来真正的安静是有重量的，它像海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压过来，
我闭上眼等了很久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景，没有钟，没有合唱，没有妹妹。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疲惫，看来我赌错了，看来那一切真的只是病，只是创伤，只是我穷尽一生都不肯承认的幻想。这个念头刚浮起来，我甚至有点想笑，原来人一辈子真能被一个幻觉骗得这么彻底。可就在我准备放弃的下一秒，我听见了，不是从耳朵，不是从脑子，而是从更深更古老，像在骨髓里藏了上百年的某个地方。先是一声很轻的叹息，然后是很多很多人的呼吸声，再然后一句我等了一辈子的话终于清清楚楚地响了起来：你终于把假的放下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明明设备还在运行，周围仍是一片绝对静默，可我就是听见了，并且这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定那不是幻觉，因为与此同时，我感觉自己头骨两侧某个早已沉睡的结构像花一样缓缓张开了。我感觉自己头骨两侧某个早已沉睡的结构像花一样缓缓张开了。我看见了妹妹，她站在实验舱外，还是我记忆里高中的模样，校服干净，头发竖起，眼神安静的像一口很深的井。哥，她轻轻叫我，我张了张嘴，明明环境里没有声音，可我的意识却清楚把这一个字说了出去。念念。她走近，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水面望着我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知道什么？我们一直都在。她说，只是以前你靠耳朵，所以总把真正的声音当成病。你到底是谁？她沉默片刻，像是在斟酌该从哪讲起。随后我脑海里忽然涌入大量不属于此生的片段，不是画面，更像记忆本身。很久以前，在比任何朝代都更早的荒漠边缘，确实有过那样一座城。城里的人分成两支，一支向外求生，借天地万物风中古馆紧闭城廓的回响维系自身；一支向内求静，在极致寂静中聆听更本源的召唤。他们彼此对立，又彼此需要，因为真正完整的景守必须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，既能借万物成生，也能在万物寂灭后仍旧听见；既能借万物成生，也能在万物寂灭后仍旧听见。可完整的景守很难长久存在，于是他们把自己拆开，让一部分沉入遗址，另一部分混入后世人群，在漫长岁月里一代代等待合适的承载者。而我和妹妹，或者说我记忆里被称作妹妹的那个存在，正是同一扇门裂开的两部分，一个向外，一个向内，一个总想去证明，一个总知道不必证明。我如遭雷击，很多以前解释不通的事，在这一刻全部有了答案。为什么他总在我最崩溃的时候出现？为什么他明明像真实家人，却总带着一点超出年龄的平静？为什么他会说你以后会救他一次？因为他从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妹妹，她是我列出去的另一半静，而我是那一半听。我声音发颤，所以当年在沙漠里，如果我们真的合上了，会怎么样？他想了想，轻声道，也许会成为新的警手，也许会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，也许你我谁都不在了，只剩一扇重新打开的门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许文他们想做的真的结束了吗？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转头望向很远的地方。门不会真正死去，只会换个地方响。第二天凌晨，多家媒体临时插播一则新闻，国际著名神经生学家林彻先生于昨夜在私人实验中心辞世。国际著名神经生学家林彻先生于昨夜在私人实验中心辞世，享年102岁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林先生死亡前曾进行一项未公开的终末脑科学实验，目前具体细节尚未对外发布。随后，新闻画面切到另一则突发消息：西北某大型帝王陵保护区外缘，昨夜0点至2点间，监测设备连续记录到异常低频震动，震动并非地震波形，更接近大型空腔共鸣。当地巡查人员称，在无风条件下，曾短暂听到类似钟鸣与多人和声重叠的异常声响。镜头再转，黑夜里的荒山，探照灯来回扫动，在一处新近塌陷的浅坑里，斜斜露出半截苍白巨物，看形状像某种巨大骨质构件，它上面布满规则小孔，表面有大片焦黑灼痕，边缘却异常圆润，像曾被无数只手反复摩挲过很多很多年。没人知道那是什么，也没人知道坑底更深处还有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是很多看到画面的人都会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觉，仿佛那东西不是被挖出来的，而是刚刚从地下慢慢醒了一下。